中秋节当然少不了吃月饼。这期视频我们回归传统来学做月饼。做月饼其实不难，只有几点你要注意，掌握好这些重点，做月饼就可以很快很轻松。红豆沙是我之前做寿桃包剩下的，分成每份35克。如果你打算自己做馅料，网络上有许多配方你都可以参考，一定要试试看加了红糖和麦芽糖的配方，我个人认为最好吃。但是红糖含有较多杂质，因此容易变质发黏，月饼做好后最好放在冰箱保存。另外记得油多放一点和尽量炒干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后面我会再做解释。先放冰箱冷藏定型，硬一些比较好包馅料。来做饼皮的部分，一年一次做月饼，我并没有另外再准备转化糖浆，直接用蜂蜜来代替。任何的油品都可以用，尤其花生油特别香。再加半茶匙的碱水，混合均匀。碱水主要是帮助饼皮上色，就看你想要做出深色还是浅色的饼皮，来决定增加还是减少碱水的用量。普通面粉或也叫中筋面粉，混合成团即可。月饼的饼皮最不待见面筋了，所以要避免揉面。像这样折压面团，把材料混合均匀。经过几次折压之后，面团已经变得特别柔软，很容易推开，颜色也均匀一致。捏成团，包上保鲜膜，醒面至少1小时。来准备一个道具，有了这个道具，包馅料会轻松很多哦。割开其中一边就可以了。醒好的面颜色已经变深，表示碱水有在努力工作。分割成15克一份，饼皮和馅料的比例是3:7，属于是皮薄馅多的做法。如果你觉得饼皮太薄，怕捏不来，可以换成4:6，我会把饼皮和馅料的分量写在说明栏。一共可以做12个小月饼，盖上保鲜膜防止变干。我们直接来包馅料，先用手掌压扁，再借用刮板推开，推到大概比馅料再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饼皮面团没有筋性，只要稍微用力一扯就会断裂开来。有了塑料袋这个道具，推开面团就不容易破啦。两面都一样光滑，随便哪一面当做月饼表面都可以。擦掉表面的水滴，包入馅料。饼皮面团更像是粘土，不可以用拉的，要慢慢的推，避免把空气包进去了。哪里厚就推哪里，直到包裹住整个馅料。这时候炒干一点的馅料就很有帮助了，因为较干的馅料比较硬，你在推的时候馅料才不会跟着面团一起变形。滚圆，全部包好之后，我们来压模。裹上一层面粉防粘。去掉多余的面粉，薄薄一层就够了。稍微压成椭圆来方便入模。模具也撒上一点点面粉防粘。圆形模具受力均匀，大概压个3到4次就可以了。压出来的形也很好看。兔子也很可爱。在进烤箱之前，喷水可以让花纹在高温下迅速定型。
送入烤箱中层，175度烤10分钟，拿出来。一个蛋黄，加1茶匙水，搅拌好，我们来刷蛋液。只在花纹凸起来的地方刷上薄薄一层就可以了。接着烤第2轮之前，我会建议让月饼等个5到10分钟，主要是让馅料稍微降温。太软偏湿的馅料在高温烤之下呢，水分会再次蒸发，造成饼皮鼓起来呀，与馅料分离的问题。严重的话呢，饼皮还会撑破裂开。你看，馅料太软的杰作，同一个月饼身上各种问题样样齐全，所以月饼馅料炒干一些是很有必要的。第2次烘烤，同样的温度烤8到10分钟，直到你想要的颜色。月饼皮刚烤出来比较干硬，放个2-3天，馅料的油脂会帮助饼皮回油变软的，变得油亮有光泽。这就是月饼馅料需要多一些油的原因。兔子还在，而且很清晰，没有模糊掉，底部上色也很均匀，没有烤焦。切开来看看，咦，还是换一边比较好，不忍心把兔子切一半。皮薄馅多，饼皮的厚度也很均匀。放进密封盒里，让回油个2-3天，就有月饼过中秋啦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、平安、健康！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